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CI偏偏，今天和大家说一部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韩剧。不好意思，并不是请回答1988，这是一部讲述现代警探和30年轻的暴力刑警协力侦破悬案的悬疑犯罪剧。没错，它就是信号才怪。7号已经做过专栏了，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由郑京浩、朴胜行主演，被评为2018年度最佳高分烧脑韩剧的《火星生活》。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韩国仁城。前面这位裸奔爱好者叫大饼，涉嫌殴打抢劫妇女，他会在之后的案件中登场。我们先说说后面几位，穿着跨栏背心都不忘打领带，一看偶像包袱就很重的，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小白，仁城警察局新任班长。紧随其后的是仁城警察局的系长老姜，后面一头卷毛和被沐浴露迷住眼睛的，分别是老姜手下小弟卷毛和瓜皮。除了仁城警察局班长外，小白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来自2018年的穿越者。至于为什么小白会从2018年的首尔穿越到1988年的仁城，事情还得从3天前说起。奔跑在荒凉轨道上的小男孩，废弃工厂里血迹斑斑的尸体，涂抹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构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直到一通电话将小白吵醒，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听着有些畏怯。小白这才想起今天是父亲的忌日。我们的主人公小白是首尔地方警察厅科学调查组的一名警卫，思维缜密，推理强，精通科学调查法，武力值也是。小白被改成韩国福尔摩斯，也算是警察中的模范标兵，可他却特别不受同事们待见，甚至被同事称作内鬼。问题就出在小白的性格上。小白为人属于典型的讲道理、讲证据，就是不讲人情。同事们费了好大劲抓来的嫌疑犯，好不容易判了刑，才关了3年，就因为小白的一句证据不足，不光被释放，还获得了重金赔偿。负责办案的警官也因此受罚，但小白对此毫不在意。쌍팔년도 수사, 그거 언제까지 하실 겁니까? 当年小白就是因为做事太轴，他从广搜队下放到了首尔地方警察厅，还和同在广搜队的前女友小美分道扬镳，如今依旧我行我素。这个广搜队全名叫广域搜查队，又称强力组。顾名思义，广搜队里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刑警精英，专门侦破各种高智商高危险犯罪案件。杀人回忆隧道里就经常出现广搜队的身影。我们回归正题，说曹操曹操到，小白的前女友小美找上门来，她当然不是来和小白再续前缘的，而是邀请小白协助侦破指甲油杀人案。这个指甲油杀人案是最近发生在首尔地区的连环杀人案，凶手专挑独居女性下手，在杀害受害者后，还会在受害者的手上涂抹红色指甲油，人称指甲油杀人魔。就在昨晚，杀人魔再次犯案，在便利店盯上受害人后，一路尾随到受害人家中，将他残忍杀害。如今受害者已经达到了7名之多。但是广搜队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通过前期侦破，已经锁定了一个名叫阿金的嫌疑人。但是由于在现场并没有发现阿金的指纹和 DNA， 现有证据不足以给阿金定罪。眼看着距离开庭还没剩几天，小美只好求助于擅长科学搜证的小白。一旦小白判有功，就有机会回到广搜队。我们耿直的小白怎么会被轻易诱惑？当然严词拒绝了小美的邀请，然后就偷偷加班加点的研究起了案情。小白可不仅仅是为了回到广搜队，还记得开头小白的噩梦吗？似乎他小的时候也曾目睹过同类案件。在联系近期发生的连环杀人案，小白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是当年的凶手再次作案？一转眼到了庭审日，坐在被告席上的阿金气定神闲，好像知道警方找不到给他定罪的关键证据。阿金在混凝土工厂上班，身上沾满塑料粉尘，在便利店和受害人家中也发现了同类粉尘，但光靠这些粉尘还无法给阿金定罪。可阿金低估了一个人，就是小白。在人手上的毛孔里会有脂肪蛋白质从体内排出，根据个人经历，蛋白质各不相同，就像另一种指纹。 범인이 현장에 남긴 증거입니다. 피해자의 소지품 분석 결과 납, 수은, 비소, 크롬 성분이 일반 기준치의 12배 넘게 나왔으며 本以为这是一次漂亮的胜利，关键时刻，小白的老毛病又犯了。小白表示，就在开庭前，他收到了鉴定科传来的消息，警方出示的这个证物遭到了严重污染，在证物上提取到了多名男性的 DNA， 其中有几位在警局有案底。由于证物存在严重污染，法庭决定驳回检方控诉，宣判被告人阿金无罪释放。大家看到这儿是不是快被气疯了？拿个放大镜都看不透小白这个憨批。其实小白也不是个二愣子，他有自己的想法。警方手里掌握的证物怎么可能脏的像从监狱马桶里捞出来的一样？这说明阿金背后肯定有人，这事还得从长计议。可是小美正在气头上，完全不给小白解释的机会，就驾车离开了法院。错失重回广东队的最后机会，又失去了前女友的信任。用一首歌来形容此时的小白，那就是一无所有。 可没等小白消沉多久，警方的电话将他惊醒，小美出事了。在和小白分开后不久，小美就失联了。广搜队立刻展开拉网式搜索，却只找到了小美的车以及沾着鲜血的工作牌。小白一看手机，居然有一条语音留言，小美说自己错怪了小白，她查到了阿金背后真的有人。再加上附近的监控显示，30分钟前阿金刚好路过该路段，小美很有可能遭遇了阿金的打击报复，或者因为查到了什么而被阿金灭口了。果不其然，警方在不远处的大桥上发现了阿金的车辆，引擎盖还是滚烫的，阿金肯定没走远。一行人决定分头寻找。小白凭借过人的身手抓住了阿金，可阿金却说了一番很奇怪的话。 안되죠. 네가 누구였는지 기억이 나였어. 무슨 소리 하는 거야? 모르겠어. 자세히 봐.
내가 누구였는지 몰라. 小白正琢磨阿金的话呢，没想到被一个神秘人拿枪顶住了脑袋，阿金也趁机逃走了。只见小白微微一笑，丝毫不慌，老子可是主角，这可是第1集，就拿把破手枪你能秒我，你能秒杀我，你今天能？我说过了，我可是主角，就算头部中枪，凭有顽强的求生意志，还不是安全的爬回了警车旁。可等小白再次醒来，映入眼帘的却不是医院陌生的天花板，而是陌生的马路牙子和人称欢迎您的路牌。小白发现眼前的世界都不一样了，绿化带细入的四车道上，随处可见军用车辆来来往往，大喇叭不间断更新朝汉局势，小摊小贩和小商铺代替了高楼大厦，怎么看都不像是现代的首尔。难道刚刚那辆车马力太足，一下把小白撞到了某个城乡结合部？小白正在蒙圈，突然看到了远处一个黑小伙，长得和阿金一模一样，立马追了上去。路边俩警察本来就看小白形迹可疑，他这一跑，自然也跟着追了起来。这2个警察正是开头的卷毛和瓜皮。4个人一路你追我赶，小白终于在港口抓住了黑衣人。可是当小白扯下嫌犯的口罩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追错了人。眼前这位穿着本命年内裤的小伙根本不是阿金，卷毛和瓜皮倒是眼前一亮，此人正是他们追捕已久的暴露狂，当场就将此人捉拿归案。而小白也因为身份不明被带回警局。系长老姜姗姗来迟，把小白当成了暴露狂，不分青红皂白，先揍一顿再说。打着打着，从小白兜里掉出个信封，耶，还爆装备了。瓜皮灵机一动，就要把装备给黑了，没想到打开一看，信封里赫然是一封任命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小白是从首尔特别市警察局外调来仁城警局的空降班长，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仁城警局人才济济，系长老姜、小弟卷毛和瓜皮，警局唯一的女警小花，再加上初来乍到的小白，组成了警局的五虎上将。其他警员四舍五入都是摆设，大家暂时只要记住这5个人就行了。小白看着电视里播放着首尔奥运会的新闻，再加上周围颇具年代感的建筑风格，以及周围人旧派的行为习惯，都非常符合1988年的时代特色。就比如巡警小花，1988年的韩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低，小花虽然名为巡警，却只能做些端茶送水的工作。正琢磨呢，小白的身体突然出现异样。 선생님, 혈압이 떨어지고 있어요. 출혈이 심해요. RBC 투팩 걸어요. 그리고 장 선생님 호출해요. 네. 의식 잃으면 안 됩니다. 한태주 씨, 들리세요? 한태주 씨. 누구야? 한태주 씨. 한태주 씨. 老姜以为小白水土不服，赶紧安排小白住进了警局职工宿舍，独享一居室配套大彩电。除了看着有点像凶宅之外，没啥大毛病。没想到当晚就发生了灵异事件，电视机里突然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居然在和电视机前的小白说话。可还没等小白上前搭话，电视信号就中断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小白的梦吗？ 태주 씨. 뭐 걸린 것 같아가지고. 이게 왜? 이게 再晃神，已经是第2天中午，没想到这老姜还提供叫床教导服务。老姜对小白的工作态度很不满意，作为新人居然翘班在家睡觉，就不能上班的时候睡吗？不由分说就把小白拉到了案发现场。没错，我合理怀疑小白被柯南附体，走到哪儿死到哪儿。穿越前不见连环杀人案，昨天刚到仁城，今天仁城又发生了命案。1988年朝汉居士扑朔迷离，社会动荡不安，刑事案件发生率节节攀升。加油！死者名叫阿香，是一名茶馆小姐，相当于现在的外卖员。不过为了提高销量，还会顺便提供一些擦边球服务。前几日向老板娘借了300万韩元后，阿香突然人间蒸发，本以为是携款潜逃了，没想到再露面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难道是阿金干的？可按照时间推算，现在的阿金不过是个8岁的小屁孩，肯定不会是凶手。那么就剩下2种可能：一，2018年的阿金也跟着自己一起穿越到了1988年；二，阿金只是指甲油杀人魔的模仿犯，现在犯案的还是1988年的原版杀人魔。无论如何，这起案件和阿金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要破案就能抓到阿金，也能搞清楚穿越的真相。既然小白都可能附体了，老姜也自然而然带入角色，毛利小五郎上身，推理出阿香是跳楼自杀的，而小白一眼就看出这是谋杀。如果真的是坠楼身亡，那么尸体其他部位也应该有出血点，但阿香的尸上干干净净，只有头部因骨折流出一些鲜血。而且如果是坠楼，地面上应该会留下溅射性血迹，现在地上干干净净，反而是阿香尸体背后的墙上有一道非常不自然的血痕。这道血痕是怎么来的？如果先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写出自己的推理。1988年的仁城肯定没有监控摄像头，那就只能从尸体本身寻找线索。按照自己办案多年的丰富经验，小白建议联系国和搜进行尸检。哎，怎么又出现了生僻
概念，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吧。所谓的国科搜，全称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是韩国的国家法医机构，透过对尸体解剖分析进行刑事调查。不像我们大大小小的公安局都有负责尸检解剖的法医，在韩国具有最高权威的尸检机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科搜。去年轰动一时的崔雪莉自杀案，尸检就是由国科搜完成的。但是1988年显然还没有成立国科搜这种高端机构。不过老姜他们自然有土办法，虽然没有国科搜，但他们有全韩西部地区设备最顶尖、资格最老道、医德最优秀、价格最亲民的超一流医院。别看这法医服务行将就木的样子，整个仁城地区属他经验最丰富。 관내 검시관이 몇 명입니까? 한 명요. 阿香的死因是头骨破裂，后脑有被锤子之类的钝器击打。这时小白职业病又犯了，提出要分析阿香身上残留的 DNA。 DNA? DNA가 뭐냐? 에? 모르죠. 회장님 아세요? 몰라 임마. 내가 그걸 어떻게 하니? 사전이야 내가? 죄송합니다. 小白这才知道，今时不同往日，整个韩国都拿不出一台 DNA 分析器，真要查 DNA， 就得运到美国，运气好的话，也得3、4个月才能出结果。那么阿香身上唯一有价值的线索，就只剩他手上沾染的白色粉末了。可就连化验粉末，也得等上足足1天，尸检这条路暂时堵死。小白他们只能重新展开现场调查。阿香3年前在一家旅馆送外卖，之后就神秘失踪，今天才发现他的尸体。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把阿香囚禁了1天以后，才动手杀了他。当时在旅馆叫外卖的是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年轻人。小白在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和阿金的形象对上了吗？就算阿金不是凶手，肯定也和案件脱不了干系。但是旅馆的客人早就退房了，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没留下半点线索。小白只好查阅几句案宗，希望能有所发现。没想到身体再次出现异样。 기도 확보하고 삽관 준비해요. 네. 마니토를 가져와요. 빨리. 한태주 씨. 한태주 씨. 幻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转眼小白又恢复了正常，只好再次埋头研究卷宗。习惯电子档案的小白初来乍到，查起纸质卷宗来还是很费劲。好在有热心的小花帮忙，小花向小白介绍道，仁城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连环杀人案，以往倒是发生过妇女被害案，但都和这次不太一样。我说啥来着？小白死成小学生实锤了吧？既然卷宗一无所获，那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现场调查了。小白从茶馆老板娘口中得知，店里有个小伙子对阿香有意思，阿香失踪第2天他就辞职了。小白和老姜一听立马不困了，难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凶手？他们立刻出发，一路寻踪秘籍，抓住了正在打碟的 MC 老八。老八心里苦啊，喜欢阿香的男人那么多，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还有一个军人。为啥偏偏要为难我 MC 老八？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原创音乐人啊！眼看着老八就要被屈打成招，还好小白及时喊停。根据医院的记录，老八的手指曾经被机器夹伤过，导致手指骨折、韧带破裂、手指梆硬都不能打弯，难怪只能去打碟。他又怎么可能完成给受害者涂指甲油这种高端操作呢？老姜等人展开了地毯式搜查，可依然一无所获。小白趁着没人注意，偷偷溜出警局，没想到半路上居然撞见了老姜。原来俩人想一块去了，不约而同的趁黑出动，来到案发现场。他们猜到凶手很有可能会返回作案现场。이 새끼가 진짜. 이수연. 没想到他们蹲到的不是凶手，而是小花。原来小花在调查过程中有个新发现，墙上奇怪的血迹同样引起了他的注意。知道弧形血痕应该是凶手将阿香倚靠在墙上，之后阿香的尸体失去支撑滑倒在地留下的。而小花在大学期间专攻心理学，他猜的犯人可能不会是因愤怒犯罪，因为在愤怒的情绪支配下，人往往会首先攻击面部。比如在一些家暴案中，受害者的脸都被打得不成人形，而阿香的脸上却一点伤都没有。杀人后将受害者倚靠在墙上，也是为了静静的端详阿香的面容。也就是说，凶手对阿香非但没有仇恨，反而抱有爱意。不仅如此，小花带来了坏消息，阿香的案子还没个头绪，又有女孩失踪了。失踪者名叫阿朱，也在茶馆工作。昨天送外卖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一行人赶到最后送外卖的东城旅馆，尽管客人登记的名字不同，但从笔记上看和杀害阿香的凶手完全一致。可惜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客人早就离开了，甚至连房间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地上一小坨砂糖还没来得及处理。还好有来自未来的小白，只见他去厕所配了一杯肥皂水，均匀洒在砂糖上，肥皂水呈碱性，而砂糖属酸性。小白通过改变地面残留物的 pH 值和浓度，让原本被嫌疑人擦干净的咖啡渍重新呈现在大家面前，完美还原了嫌疑人的足迹。老姜毕竟办案经验丰富，一眼就认出足迹属于军靴。再联想到老爸曾经提起过，追求阿香的人里有一名军人，他很有可能见过凶手。 발봉아, 오랜만.
오랜만이야. 老姜调出休假出军营的军人名单，让老爸一一指认，可整个名单都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凶手。隔天一早，保健所的实验结果也出来了，阿香手上的白色粉末是硫酸钙，石膏的主要成分就是硫酸钙，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凶手骨折了，打着石膏吗？线索再次中断。根据凶手的作案习惯，他会将受害人禁闭1天后再将其杀害。时间紧迫，过了今晚，第2个受害者阿朱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眼看还剩最后9个小时，老姜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他把街坊四邻、各小区的大爷大妈都叫来了警局。毕竟论消息灵通，谁能比得过当地的父老乡亲？ 아니 옆집 아저씨 저 만세까지 다 하는데 그럼 一时间，警局里人头攒动，堪比菜市场。而且任务刚布置下去，立马就收到线报，说是有个刚刚退伍的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从不和人说话，就住在村口柿子树底下。这下老姜立了大功，成功锁定了嫌疑人住所，并在他家里查出了大量受害人的照片，还在他的衣服上发现了镁粉。矿场一般会用硫酸钙中和一氧化碳，这就是阿香手上硫酸钙的由来。所以凶手现在很有可能是个煤炭工人。老姜和小白4人赶到最近的矿场，分头行动。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逐一核对，终于找到了受害者照片里的房间，还有一把染血的铁锤。在另一间仓库里找到了还活着的阿朱，这下人赃并获。经过一番追逐，小白他们终于抓住了凶手。可是当小白摘下凶手的口罩时，他又蒙圈了。这个人压根就不是阿金。老家他们都沉浸在破案的喜悦中，只有小白开心不起来。从出生地到人生经历，凶手和阿金没有半点交集。难道这个案子真的和阿金没有关系吗？小白穿越到1988年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时小白再次出现了幻觉。 한태주 씨, 한태주 씨. 지금까지 날 부른 게 이제 들리시는군요. 누구야 당신? 한태주 씨를 陌生人自称是小白的主治医生老张。发生在1988年的一切，其实都是小白的梦境。真正的他因重伤陷入昏迷，现在正躺在首尔医院里。他的母亲和前女友都在等着他醒来。这下小白完全明白了，之前他听见的怪声都是来自现实世界中正在对他进行抢救的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小白当下眼一闭，心一横，决定模仿《盗梦空间》，从警局楼顶一跃而下。也许梦中的自己死了，现实中的自己就会醒来。 모든 게 이해가 돼. 여긴 꿈속이야. 지금까지 무의식 속에서 꿈을 꾸고 있었던 거야. 돌아가자. 이제 깨어날 시간이야. 就是看到火星生活的片名时，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疑问：明明剧情和火星没半毛钱关系，为啥会叫这个名字呢？火星生活其实是翻配自同名英剧《Life on Mars》，片名也完全继承了原版。而英剧的名字来源于已故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演唱的同名歌曲。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成功东岳，那每个人的太空梦向外延伸了一大步。这首歌则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通过她观看到的电视节目，阐述她对事业的理解和思考。在2018年的小白眼中，发生在1988年的一切，就像是遥不可及的火星。2018年的现实与1998年的幻境难分彼此，这就是火星生活与众不同之处。它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穿越剧，更是一段庄周梦蝶般的故事。而作为一部悬疑侦破类韩剧，除了烧脑的剧情，小白和老姜的组合也是本剧的最大亮点之一。如果说小白是警界一股清流，那老姜就是警界泥石流。一个是笃信证据、偏重科学的严谨派，另一个是靠拳头和气势破案的武斗派，像极了《杀人回忆》里的警察组合。两人从拳头顺利好的不打不相识，到后期是为追击者死的诚挚，期间也发生了太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糗事，时而令人感动，时而又让人笑出眼泪。回到剧情上来，小白跳楼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一直做的噩梦和这样有杀人魔有何关系？为什么阿金好像很早之前就认识小白？朝小白开枪的神秘人又是谁？小白为什么会穿越回1988年？如此真实的1988年，真的只是小白的梦境吗？相信我，后续剧情只会更加精彩。对这部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自己去补一下原剧。要是懒得花时间补剧，可以订阅片片的最新专栏《火星生活》。以上这些疑问都将在后续剧情中一一解答。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